走。花青，上香。敢问大师贵法号？小僧法号渡厄。渡厄大师，在下荣天剑派掌门卓不凡，我是受菩提院首座传人之托，他有件东西留在贵宝刹。口令。 谭仙那封信，我只看到了地址，没有看到口令。渡厄大师，在下的确没有口令，但我确实是按照菩提院首座之托才能找到贵宝刹，还请大师行个方便。渡厄大师。 我等奔赴千里到此，必然是要拿到东西，还请大师行个方便。你若再不言不语，那就休怪我无礼了。杀人烧庙，我也不是干不出来。 给我搜！不凡，有人来了。 没想到底还是找过来了。粗鲁！这帮江湖人真是粗鲁，见面就掐，话都不说就打，什么事儿不能谈呢？都是生意嘛。
多大师，请再赐教。大师，我接下来这一剑名曰剑谱，一剑6式，每式7变，对吧？那不还是一柄剑吗？你知道我荣天剑法？荣天岭的剑法过繁欠简，这个道理莫坤早就明白了。你认识我师伯？若不是莫坤也是荣天岭的人，我刚才就不会对你手下留情。请问大师刚才用的是什么功夫？南少林的功夫，我也只是学了些皮毛罢了。这南少林的功夫真有这么厉害？你的剑使得还可以，但是要比起3法印剑，井蛙不可与海。又是3法印剑，这3法印剑到底有多强？菩提院剑出，名扬天下。你想走便走，不想走就不要过这道线。过线就废你修为。是，方丈。地方看着实在寒酸，外面寒酸也就罢了，里面也这么寒酸，怎么看也不像藏着金山银山的地方。你一个跟我进来。葛大兄，你们在这守着。方丈，不能把东西交给这些朝廷鹰犬，菩提传人，东西是要给菩提传人的。我才是。菩提院首座传人留下的线索在我手里。菩提传人的遗愿是要把金坛秘藏赠予同盟会，不能给这些朝廷的人。何以证明？这句是一句口令。口令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得上，也不知道该怎么用。但你要牢牢记下，这是程昱再三强调的，说是一定会有用处。记住了。牢牢记住啊！记得清清楚楚。我知道口令，要得到秘藏，必须要有一句口令才行。
分贫富贵贱，众生皆将平等。不错，是这句话。你也进来，你俩都进来。他根本就没有口令，他不能进去，东西不能给他，这是菩提传人的遗愿。等等，这老和尚功夫深不可测，我们进不去。那怎么办？就眼睁睁看着内务府的人得到线索？线索缺一不可。如今藏宝图在我们手上，就算他们拿到了里面的秘密，依旧打不开宝藏。现在充其量只是我们有对等的筹码，至于谁输谁赢，此刻还未能见分晓。方丈，无论如何都不能把东西交给朝廷的人。伊尔根觉罗，穆青。方丈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世间诸事早已冥冥注定，尔等今日来此，既是机缘，也是了结。方丈，打开。你读读看。吾乃菩提3代传承，吾数年来于塞北镇驻菩提院封印，数遭大内侍卫之剿，为防不测，将菩提封印匿于浮屠寺。日后如果不能亲自来取回封印，我的传人必定会来。我会留一句口令给他，只需说出口令，封印即可封还，无分贫富贵贱，众生皆将平等。光绪31年，吾已亲自决将彼事，遂在山西平遥设下衣冠冢，冢中留有舍利罐，将封印踪迹植入浮屠寺。此事我托付可信赖之人，请其处置秘藏室。吾坚信，所托之人必不负所托。这张卷轴是南少林菩提院首座最后一次离开浮屠寺时留下的，留给了我的师父。既然菩提院首座的信函中说明了，要有口令的人才能够得到封印，方丈为什么要他进来？看完这封信，你怎么想？这上面的字迹有些眼熟。再好好想想。确实，之前在山西平遥打开墓穴，看到里边的布衣，我就已经知道了，
南少林菩提院首座，就是从小教我功夫的我的师父程昱。所以我才知道，你的名字叫伊尔根觉罗木青。回答你刚刚的问题，你知道口令，所以可以进入佛堂，获悉你应知晓的信息。而他，是程昱的弟子，他的传人，所以也可以进来。方丈，你又不认得我，又怎会知晓我是程昱的弟子？难道是因为我的武功？纹身。师傅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从小师傅就将这个纹身留在我的身上，没想到原来还有这个用意。菩提院第3代首座程昱，一生授业教徒11人，但始终没有传承衣钵，没能定下谁才是菩提院首座的第4代传人。在圆寂前，他选出一个徒弟，希望在日后，他们能够成为自己使命的传承者。我师父是在浮屠寺里圆寂的。我知道素云志，就是在山西，我曾经追查过的铲子。苏云志是我的大弟子，他性格善良正直，不畏强暴，符合传人的人选。但是因为戊戌变法后，为了掩护维新党人的逃脱，惨死于清兵之手。我这个徒弟天赋极高，武功卓绝，最难能可贵的是，他志存高远。只可惜，也是因为违心的原因，身陷囹圄。木青啊，师父将菩提院的传承交付于你，也将这辛责和苦难一并于你。幽暗中一盏灯，一旦被点亮，就能照破黑暗。你就是程昱选中的传灯人。原来我一直苦苦追寻的菩提传人，竟然就是我自己。南少林菩提院第4代传人，承接衣钵。少林绝学中，原本只有一套达摩剑法。明嘉靖年间，释去顾禅师剑法傲绝天下，成为菩提院首座后，将自己一身绝学谱写传承，就是这本菩提院秘传的3法印剑。程昱之所以剑法天下无敌，就是用了这套剑法。这套剑法只有传承人才能接受。
这就是菩提封印。封印不能给他，程昱前辈的遗愿是把封印赠予同盟会，以造福天下苍生。方丈。 果然和宫里文渊阁那份一样，都放在一个胶木盒子里。多年前，戒律院首座传人叛变投靠朝廷，将戒律院封印献上。此事后，程昱担心菩提院封印落入他人之手。 于是，早在多年前就已将其毁掉，改用别的方法将秘密的线索传承下去。这封信就记录着秘密的线索，你没能说出口令，遵循菩提院第3代首座的遗命，封印只能交给有口令的人，就是他。 信上的内容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只能你自己看。信上的内容是否已经记下？ 幸好你刚刚忍住没有出手，否则菩提院将再无传人。王地宝来了。卓不凡、于焕杰，大姑命案，今日终于可以了结了。了结？你知道刚才谁进去了吗？就是那个麦喜路跟谭仙在一块的那个女人，她是同盟会的人，想必在里面已经拿到了宝藏。如果 这宝藏让同盟会拿到，他必然会跟大清开战。你的大清要亡了。我在，他就拿不到宝藏；我在，大清就不会有难；我在，命案凶犯就定要归案。丁副官，看好荣天岭命案凶犯卓不凡、于焕杰。大师，大脚，我是大沽县衙捕快王家洛。 因大沽9人血案，千里追凶至此，缉拿卓不凡、于焕杰。另因净坛密藏一案，需继续追查，以防止国家宝藏被他人盗取，危及朝廷。捕快的衣服什么时候变样了？哦，这是北洋的军服，在下因机缘巧合又做了北洋43协的协军校，但捕快也好，北洋也好，都是朝廷的人。 都应遵守朝廷的法纪。这位大师，我看卓不凡一行被阻在外，想必是您的手法。但我要进寺中秉公搜查，还请大师不要阻拦。谁过线，我废谁。
我信大之所。卓不凡一行武功冠绝天下都没能逾越，我自然更不是对手。不过，我有枪。我就不信武功再高，高得过子弹呀！家老兄，你不用动，让兄弟们上。你们几个过去，干东兽就开枪。妈的，老子毙了你！别动，把枪放下。把枪放下！这位大师，在下刚刚多有得罪，请不要责罚我的兄弟。谁过线，我废谁。大师，事关重大，我必须要进寺中追查。那你就往前。伽罗，这和尚不是一般人。妈的，卓不凡又跑了，都给老子追！就算净坛秘藏是真的，你我也得不到。文渊阁里禁书柜上的藏宝图早就被人盗走了，正是因为这起失窃，才将囚禁12年的我放出查案。被人盗走了？那份戒律封印一直在卓不凡的手中。倘若文渊阁中的戒律院封印没有被盗，你又怎么会有机会重见天日？如若你不一路追查至此，又怎么会知道自己就是菩提传人？就是这些因果交错，才有了今日的相聚。因势能生，果是所生，因果交错，皆有定数。好了，我该说的已经都说了。浮屠寺，你们不用再停留了。我该去哪儿？你是神探，我又不是。多谢方丈。刚刚方丈说，幸好我忍住了，没有出手，若不然南少林菩提院再无传人。我想知道，方丈是在吓唬我，还是真有这个本事？出家人不打诳语。你不服，这很好。做人就该有不服输的劲。这是什么功夫？南少林安禅智龙。领教了。如果是你师父陈玉，那拜的人就会是我。3法印鉴你已经得到了，好好练吧，别让菩提院丢了传承。我师父在次元界，他的灵位在哪儿？我想去祭拜一下。找到净坛秘藏了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啊，是我们的人，正在追荣铁岭一行。卓不凡不能杀。怎么样？卓不凡和余焕杰还是跑掉了。哎，为什么卓不凡不能杀？
在浮屠寺里找到的线索，也是一张净坛密藏的藏宝图，其名曰菩提院封印。这只是其中一半，而另一半，则是在宫里失窃的那一份戒律院封印，如今在卓不凡的手中。想要开启宝藏，就得将2份封印合并到一起才行。若是在杀死卓不凡之前没有找到戒律院的封印，那找到宝藏的希望将会很渺茫。找宝藏是你的事情，我的事情是追凶。况且我觉得找不找得到宝藏不是最重要的，只要不让卓不凡拿到宝藏，消除对朝廷的威胁，这就够了。王地保，你怎么那么轴啊？抓一个卓不凡小小的江湖流寇算怎么回事？为朝廷寻宝才是重中之重。抓卓不凡是树律例之严明，正法纪之规整，立心才是臣子最该做的事情。你一个不入品的小小捕快，还好意思说自己是臣子？大人如此见地，真是有损天子所赐的4品官阶。行了，2位兄弟，没必要争吧，咱们都是一伙的。我怎么就跟这个杠头一伙了？你是怎么进去的？什么怎么进去的？浮屠寺。那个老和尚太厉害了，我和卓不凡都进不去。你是怎么进去的？一开始也没进去，后来来了个小和尚就进去了。小和尚？对，好像是方丈。至于为什么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我告诉你们吧，进到庙堂里的是我和柳林。柳林能进去是因为他有口令，就是死在上海的那个谭仙告诉他的。小和尚把浮屠寺的秘密全都告诉我了。咱们在山西找的那个菩提院传人，就是南少林菩提院第3代首座，他是在浮屠寺圆寂的。你拿到封印了？我找到个屁！这个菩提传人早就把封印给毁了。那你还不让我杀卓不凡？我都已经查到这儿了，线索越来越集中，我当然要接着查下去了。行吧，你继续查线索，我继续找杀人凶犯。王地保，我告诉你，你抓你的人我不管，但是卓不凡手上的戒律院封印不能不拿到。没问题，我抓到人或我杀了人，只要东西还在，我给你。你为什么能进去？那女的有口令，你又没有，你是怎么进去的？40多年前，内务府的侍卫就来浮屠寺探查过，毫无所获。小和尚让我进去，就是为了让我死心，因为这里的秘密一文不值。穆青兄，你在佛堂真的一无所获。穆青兄果然拿到了。你看看吧，我虽然没有告诉王地保，但其实说不说都一个样子。真的没了？真没了。不过我觉得，整个谜团都在一步一步的缩小。那下一步怎么办？回京，我要将所有的线索全都整理一遍。卓不凡呢？这可能是目前最值得高兴的事情。卓不凡一定会以为这菩提院封印在我的手里，他一定会跟着我们。所以啊，戒律院封印在他手上反而很安全。那个柳灵，要你交到刑部吗？先留着吧，我不确定他还知不知道其他的秘密。好。对了，葛太兄，柳灵的事情先别对外说，他毕竟是一个同盟会的乱党，传出去我怕节外生枝。眼下还是寻宝第一。我明白了。
接下来这一剑，名曰剑谱，一剑6式，每式7变，对吧？那不还是一柄剑吗？你做事很久了。我知道，今天那个老和尚让你难受了。我不难受，我真的一点不难受。不凡，没关系的，这样的人，天下也没几个。天下太大了。魔快师伯让我见识了3法印剑，渡恶让我见识了南少林的传承。他说菩提院剑出，名扬天下。我荣天剑派的剑法，过凡欠剑。他说的，我听得懂，也想得通。师兄，我真的一点都不难过。我现在只想尽快找到净坛秘藏，找到里面的武功秘籍。我要让我们荣天剑法变得不一样。我要让荣天剑出，名动天下。你可以的，你一定可以的。是啊，所以我还有什么可难过的呢？这才是你，这才是卓不凡。卓不凡有一颗不输的心，卓不凡一直都赢，哪怕遇到了更强的人，也只会让你更兴奋。记得当年在总坛，你要去挑战成名剑客，送你出山门的时候，我说你一定会赢的。你对我说：“荡胸生层云，决眦入归鸟。”我问你是不是你会取胜的意思，你笑着就下山了。回来之后我就问师兄们，他们也不知道。从那之后，我问了好些人才弄清楚的。那个时候啊，我就知道，卓不凡是站在巅峰的男人，从踏出山门第一步，就是会当凌绝顶的剑客。不凡，我相信你的剑终将名动天下。聊聊，不敢聊，你的刑罚我记着呢。你记得就好。你呢是一个朝廷乱党，我呢是一个御前侍卫啊，朝廷鹰犬。是啊，我这个朝廷乱党落到你这位御前侍卫手里，最终难免会被拖出去斩了吧？怕什么？斩就斩呗。你们搞革命的，谁还在乎命啊？我知道大人。哎，鹰犬，鹰犬。大人不是寻常的鹰犬，大人不想如此对我。就算我不惜命，大人还替我珍惜着呢。但你们同盟会的是真不怕死，真不惜命啊！大人是不是想说，只要我愿意将菩提院封印的秘密说出，大人您立刻就会放我走，还会亲自护送我到码头，给我买好去香港还是南洋的船票，护送我平安离去，还会给我一笔盘缠，当做您的一点心意。可惜啊，都说是革命了，保命哪诱惑得了你啊？再说了，你们革命儿女的命，哪只值这么一点点盘缠啊？你柳灵原本的任务是要保护谭仙，安全地将净坛秘藏交给同盟会。这笔财富是用来干什么？是用来革命的，是用来推翻大清的啊，不对，叫腐朽的清廷。那你怎么可能将这个秘密告诉我一个朝廷鹰犬？在浮屠寺里，你我都知道净坛秘藏的情况。戒律院封印在卓不凡手中，光凭一份菩提院的封印，我肯定是无法找到宝藏的。对呀。你们大清内务府100年来无数次寻找，还都是光明正大的查，但都因为藏宝图不全而失败。我们同盟会就算有了这半张藏宝图，那也只能偷偷摸摸的找，怕是200年、300年都找不到，还革什么命啊？对，这份藏宝图对于我、对于同盟会来说都毫无意义。
不如拿来换条命，换自由。大人是为了我好，我要是为了这么个不值当的东西丢了命，那才真是没为革命做什么贡献。说这么多没用啊！啊，杀了你，你也不会说的。你现在肯定觉得，这南少陵首座传人，我的师傅程昱是一个有眼无珠的人，选来选去选了我这么一个朝廷鹰犬去当传承人。大人别这么说自己，我看既然我这么冥顽不灵、尸骨不化，大人得先将我囚禁在身旁了。反正你也不觉得麻烦，你都不在乎，我有什么所谓？为我好啊！我这么一个朝廷乱党，落入到别人手中，肯定又要审又要罚的，免不了受折磨。没用，你死都不怕，你还怕什么呀？所以大人没有对任何人说过，其实掌握菩提院封印秘密的人是我，包括大人的手下，包括和大人有合作盟约的北洋。没告诉别人，就是为了守住这个秘密。若是让别人知道了，到时候会有更多的人来盯着你，那个时候让我分神还来不及。所以你放心，你是菩提院传人的事情，我也会守住，尽量不给你添麻烦。跟你这么一个聪明人聊天还真是麻烦啊！我想说的话都被你给说了。你不也把我的话都说了吗？哎，真不能告诉我呀？我真不怕死。你别乱动。林姑娘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我在大事上帮不了你，只能帮你做点这些小事儿。听话，别动。好，我不动。你接着说。说什么？你不信他？哦。木星大人是君子，但对于密藏的事情，他不全然告诉我，我可以理解。你们不是合作吗？合作也不代表知无不言。如果他也要抓卓不凡的话，于你而言不是正好？他的目的是寻宝，如果卓不凡被他抓到，要以封印作为交换的话，木星大人一定会同意放卓不凡的。会吗？会的。木星大人对我是有赏识之心的，但也仅仅于此。在大是大非面前，他没得选。你说的对。如果卓不凡跟内务府合作，确实可以借他人之手除掉你。所以我必须先找到卓不凡，才能不落被动。还好，你有北洋的枪。北洋的也是为了寻宝。如果北洋的找到了宝藏，不是不能和内务府合作的，毕竟都是大清的军事。我已经让丁宇派人去查了，只不过现在关于荣天岭毫无踪迹，我也不知道他们会去何处。内务府不去找他们？我猜木星大人是故意不去找的。若如木星大人所说，封印有2份。那么卓不凡定然也是需要木星大人手里那一份。他不是在浮屠寺一无所获？连我都不怎么信，卓不凡定然也不会信，并且木星大人也一定会知道他不会信。所以，木星是在等卓不凡去找他。但卓不凡并没有去找他。我想卓不凡应该不会怕木星大人，更不会怕内衙的那些高手。那他会忌惮你吗？你手上有枪。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后来想想应该不会。卓不凡虽然忌惮我们北洋的枪，但不至于怕，而且寻宝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更不会怕。所以，卓不凡手里应该有更多的线索。即使没有拿到浮屠寺的东西，也会继续走下去。毕竟从上海之后，内务府每一步都落后于荣天岭。会不会卓不凡也在等木青去找他？卓不凡桀骜不驯，定然不会这么想。而且，我也不希望内务府和荣天岭碰面，毕竟他们有一线可能会合作。
毕竟这么大一份宝藏，分一点给荣天岭，恐怕他们就够用了。想来想去，我还是应该先找到卓不凡他们。也好，反正我最开始就是冲着卓不凡，冲着荣天岭去的。况且，我答应过你，要让杀人犯尽数归案。我一直都相信你。庄子曰：“权者所以在于得鱼而忘权。”你说你是不是有点不地道啊？说什么呢？听不懂。得鱼忘权，就是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，恩将仇报，翻脸无情，过河拆桥的意思。那你是兔还是狗？是鸟还是桥啊？我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，你太不够意思了。没有我，你能找到浮屠寺吗？没有我，你能拿到关键线索吗？这才几天呢，门都不让我进。咱们之前可是在一张床上同睡的，现在倒好，只能隔窗相望。这破窗外什么都看不见。林浩瀚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浮屠寺里根本就没有宝藏。那是铁定的，必然的，宝藏肯定不在那儿。所以你死了心。刘小姐，你怕是忘了我是谁了吧？我可是有一双无宝不实的眼睛的。你说出了口令，和门三刀一起进的佛堂，可是出来以后呢，他没把你杀了，也没把你送去大牢。难不成你要跟我说，他被佛法感化了？我可是聪明人的，我可太聪明，我就随便那么一想，哎，我就想明白了。真正在浮屠寺拿到秘密的只有你，门三刀根本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咱们从浮屠寺出来以后啊，他还得把你摁在身边，等着你把秘密吐出来，或者带他去下一个地方。所以你现在呀，是彻彻底底的跑不了，你就是门三刀最重要的俘虏。刘小姐，我们一路同行，我的人品你是清楚的，我根本就没有人品，我只认钱。钱和女人，我肯定选钱，所以为了钱，我决定加入同盟会。对啊，我就是你的同志，你可以把秘密告诉给我，我去帮你找到宝藏。你相信我，你就算不相信我，你也要相信宝藏的力量。我把宝藏找到，我替你交给我们的同志，我们的领袖孙先生。我只要2成。柳林同志，你有你的信仰，你也要相信你的同志我也有信仰。钱就是我的信仰。柳林同志，请你坚信，黑暗是暂时的，黑暗终将被黎明打破，曙光终将到来。如果你觉得2成有点多的话，其实1成也是可以商量的。我
穆青兄，穆青兄，咱们下一站是去哪儿啊？来，穆青兄，这是？这个是给你的辛苦费，钱不多，这些日子多谢了。哪里，跟着穆青兄是我的荣耀。咱们现在是要去哪儿？咱们俩就此别过，你该干嘛干嘛去。咱们宝藏还没找着呢。宝藏是属于朝廷的，找没找着都跟你没关系，可以走啊。不，穆青兄不行，你是用得着我的。我也甘愿为大内校犬马之劳。那宝藏未能找到，我心急如焚，这可是为朝廷、为苍生、为……行了，你该赚钱去啊！有国忧民的事情不归你管。这样，改日你去顺天府，我请你吃饭。不，那肯定是我请。哎，谁请都行，谁请都行。你现在跟他马上给我消失！有件事情我想不明白了，能不能够请教一下大人？反贼请讲。为什么要把我在浮屠寺里得到秘密这件事情向其他人保密？说了呀，是为了守住这个秘密啊！要是让别人都知道了，免不了打你的主意，害得我分神了。大人的手下都是内衙的，都清楚同盟会乱党的轻重。如果让他们再知道我得到秘密，一旦被内衙更大的鹰犬得知，我势必会受到酷刑审讯。内衙的手段非比寻常，那是生不如死。我确实不想看到你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。所以这点我懂。可是大人，您为什么要瞒着王迪宝？自山西之后，你们二人不是一并合作追捕卓不凡了吗？我不告诉王地宝，有一个原因是，他只在乎抓卓不凡，并不太关心密藏。另一个原因，我厌恶北洋。北洋是大清最精锐的军队，大人为何会厌恶？无关其他，只是因为严世凯。当年戊戌变法失败，跟他背信弃义有莫大的关系。袁世凯变节告密，导致变法失败，光绪遭禁。是啊，一直培养我的统管察太大人被扣上了反贼的帽子，斩首抄家，而我也因此做了12年了。北洋是袁世凯一手栽培出来的，虽说他已下野，但恨无及无。我对北洋无丝毫好感。你知不知道，就算袁世凯不告密，你们当年戊戌年的变法也注定会失败。其一，守旧派势力强大，维新派没有实权。当变法触及到守旧派的利益的时候，必被遏制、镇压。其二，维新派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。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，不要说守旧派反对，连很多开明人士也不赞成的。其三，维新派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，只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和极少数的官僚。其四，变法实施冒进，操之过急，失之过重。其五，变法手段单一，单纯的采取自上而下和平合法的方式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呀，还1、2、3、4、5。其一，维新派没有实权，你们同盟会有啥？你们连虚权也没有。其二，维新党没有理论，你们又有什么？靠那些禁书传单。其三，维新党没有组织，你们呢？你们就是一群鼠辈，靠谁组织？孙文，他敢露头吗？其四，实施变法冒进，操之过急，失之过重，有你们急吗？先帝只是想变法，你们呢？你们是要变天。其五，变法手段单一，你们又丰富到哪儿去了？除了拼命，你们还会干什么？我再送你一条。其六，像你这样文不能安天下，武不能定乾坤的角色，来多少都是白费，空有一腔热血，不知道往哪儿撒，来来回回就这么几句话，这么一些道理，能说服谁？省省吧！你还看不上康有为和梁启超？那2位宣扬的功力比你强太多了。说话怎么不说了？再来个5、4、3、2、1，滚！无分贫富贵贱，众生皆将平等。曾经有一个人告诉我这句话，
但当时的我懵懂无知。而就在这趟上海开往山西的火车上，我与这个剑客擦肩而过的瞬间，没想到我又再度想起了这句话：每个人都会有过去，就算一个朝廷英爵也会有过去。我叫门三刀，过去在狱中度过了12年。出狱后，我发现世道变了，在这个没名没姓的年份，其实每个人都在做他们自己的生意，不过他们是求生，而我是取义。这年头，好人永远比坏人难做。情深不寿，惠及必伤，所以我本以为我会就这样孑然一身小半辈子。但枪响一瞬间，我好像又看到了那个背影，那个我念念不忘12年但不敢提及的背影。他的样子很像，走路很像。我看了很久，我知道其实不是他像他，是我想他了。因为想，所以像。但有些事没法再来，就像有些车不能倒着开，时机很重要，来得太早或太晚都不行。这个王地保并不蠢嘛。他当然不蠢。依你所见，门三刀那边不会有什么进展吧？门三刀有头脑有手段，他应该会拿到更多的线索。只是无论如何，他都必须得拿到卓不凡的封印。至于王地保，他对寻宝不积极，对于缉拿卓不凡非常积极。所以，只要王地保咬住了卓不凡，就等于是咬住了线索。只是现在卓不凡下落不明。卓不凡的下一站是京师，但是你不能直接告诉王地保，不然就又太巧了。他现在对你已经没有怀疑了吧？没有了。他有多喜欢你？就像你说的，初恋吧。那通常都是一个结局悲伤的故事。林姑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慢点。我疼，冷。冷？嗯。哦，那我再给你拿2床被子去啊。真的，我手凉。也不是很凉啊。哟，你这还挺有劲儿的。你到底是哪儿不舒服啊？要不然我去给你叫大夫吧。老毛病了，就是疼。每次疼的时候，吃点藿香就好了。哦，好，我去给你买啊。来，盖好。昨天那几个人买药材的账你记哪儿了？哪笔账？就是那几个衣服奇奇怪怪的。哦，那几个灵犀的人啊。啊，记了，最下面那个本子上。是有穿着灵犀服饰的人来过你们这儿，什么时候？昨天晚上，来买了些药材，都是些止血疗伤的药。哦，他们住哪儿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他们没让送货，直接就从店里拿走了。听他们说，好像着急要走，去京城吧，好像。京城？对，没听错吧？没有，他们连说好几次了。来，你拿。哎，好，谢了，兄弟。
我说嘛，这2天不见他们，原来早早就走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尽快赶往京城。你叫人准备一下，尽快开拔。佳璐，龙池将军确实已经授权了，咱们这队人跟着你去追卓不凡，在别的地方都没什么问题，但在京城恐怕有诸多不同。这样，我跟你和嫂夫人一起坐火车去京城。至于咱的兵，我先让他们赶到京郊，在那边的北洋军驻地待命，你看咋样？行。你不想看我的脚，首先给你。干嘛？你那个刑罚使出来吧。又想跟我聊你的革命啊？下回吧，我今天没带刑具。那你先欠着，我先说。你们搞革命的都这么搞笑？我想跟你先分析一下思维。其实同盟会的理想，孙先生的理想，和你过去参与过的变法维新，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为了救国强国。假如当年变法没有失败的话，你不是说变法必然会失败吗？我说假如当年变法成功了，那现在大清已经迎来了再度强盛，不会被列强视为鱼肉，也不会有再想要重建国体的同盟会出现，那孙先生也能踏踏实实当医生去了。但确实世间无假如，正是因为当年变法受到皇族阻挠，没能够推行下去，结果光绪不信，你也不信。但是最不幸的是这个国家和百姓，所以孙先生才放弃当医生，不去给人治病，而给这个国家、这个民族治病啊。你的意思是，同盟会和维新派的想法是一样的？宗旨上是接近的。好，一。什么一？一根手指啊！你说一次，我拔你1根指甲，你还有9根。真拔？是你自己说先欠着的，你还可以接着说。又或者是刚刚那次我送你了，咱们俩聊聊菩提封印。1根就1根，我还有9根，我加上脚还有19根，还够跟你聊19次。说来说去不都是那些车轱辘话吗？有什么用？你要真觉得手指甲、脚指甲长你身上你难受，你就接着说。刚刚那根也算我送你了，好吧？你还能说20次。你要是送我的话，那我就再多说2句。你还是先听我说2句吧。柳林，你好歹也20好几了吧？看你这细皮嫩肉的样子，家里应该过得不稳吧？你还能去留洋读书，家里应该也不穷吧？我虽然不知道你爹娘是干什么的，但是你爹娘养你供你，肯定希望你活好吃好，将来给家里挣面子，回头嫁一个好人家。可你跑去干什么了？你跑去搞革命了，你的下场会是什么？被我削去了手指甲和脚指甲，回头再把你给砍了。我知道你不怕死，你不怕死是因为你没死过。我估摸着你都没怎么见过死，我见过。我告诉你，我见过之后，我怕，真的怕。我见过。又是你那些同志是吧？我爸、我妈，还有我哥。其实我们都见过，你的先帝、你的上司，和你一起参与变法的人，还有你师父，他们都是因为变法而死。你会因此害怕变法吗？今天就送这么多，你可以滚了。穆青大人，你真的不是寻常的鹰犬。你不是天下第一剑客吗？一个寺庙看门的就能把你打趴下。要是内务府找到了密藏，你这一趟不等于给人家做了嫁衣吗？王爷训斥够了吗？快给王爷请罪。如果仅凭一封宝图就能找到密藏，那内务府早在100年之前就找到了，何必等到现在？而且我拿到东西之后走的每一步都是对的，
每一步都提前于内务府，我们找不到，他们也未必找得到。而且我还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，就是这宝图一共分3份，缺一不可，并且还需要一份口令。就算我们有了宝图，没有口令，依旧打不开秘藏。现在门三刀手里有一份，我手里有一份，无论是他杀我抢图，还是我杀他夺物，我们都打不开秘藏。所以此时此刻还谈不上谁给谁做嫁衣。至于天下第一剑客，我以前以为我是，但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不过王爷也请放心，我以后依旧会剑表天下。现在我跟门三刀手里的筹码对等，但只要内务府不放弃追查宝藏，我就有机会有把握抢他的宝图。但就算拿到了，也无济于事。这第3张宝图线索全无，所以我此次回京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线索。王爷要是训斥够了，还请王爷好好想想，如何能提供线索，让我再继续查下去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会找一些线索给你。多谢王爷，多谢王爷恕罪。此次寻宝之旅艰险异常，远超出之前王爷跟我所描述的。我原本笃定可以轻松完成任务，但现在看来将会十分艰难。我也确实没想到，这宝图还有3份。看来此程要比预想的要波折。而如今我门里门徒也损失了很多人，所以我希望王爷能够提高报酬。除了我们之前约定好重建荣天剑派总坛和册封天下第一剑派之外，我还需要得到一些抚恤，来安慰那些死去的门人。这个不用你说，死去的人必然要重恤。我还需要提前预支一部分报酬。如今我满门上下都为了寻宝奔走，已无其他营生。这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吃穿用度，雇车租马，处处都要钱。现在我们已事事拮据，所以还请王爷您能够预支一部分报酬。哦，你还有其他营生啊？人总是要吃饭的，总得有个营生。在这之前，我们做的是押镖。天下第一剑客会去押镖？王爷，您也说我是天下第一剑客，自然不会恃强凌弱去打家劫舍。不过押镖也是凭本事吃饭。王爷您不必笑话。卓不凡，你是着实不凡呐。去账房拿银子吧。那就多谢王爷了。在下告退。一个不入流的东西，自己的事情没有做好，竟敢坐地起价，让他做点事，死点人又怎么了？怕死就别出来混江湖啊！王爷息怒，你去叫江恨速来见我。是。等一下，你悄悄地把于焕杰叫出来一趟。明白。走开！王爷，我把于焕杰带来了。草民于焕杰，
叩见王爷。你觉得寻找净坛秘藏，卓不凡有几分把握呀？回王爷，小人觉得应该有6、7分。即使有6、7分，那为什么卓不凡在我面前说此事好像艰难无比一般呢？以你之见，卓不凡本人对秘藏有多大兴趣啊？卓不凡他其实很想找到宝藏。原为何故啊？回禀王爷，他卓不凡就是个武痴。这传说净坛秘藏里还藏有少林的武学典籍，这是卓不凡梦寐以求的东西。哦，如此说来，他也可以和内务府携手。不敢，万万不敢！王爷放心，万万不敢。你是不敢，卓不凡未必不敢。假如让你去找，你能有几分把握？回禀王爷，小人如果去的话，应该也有6、7分。你起来吧。谢王爷。若是让你做荣天陵掌门，你愿意不愿意？小人不敢造次。我们换个提问：若是荣天陵掌门之位和3000两黄金让你选，你选哪个呀？回禀王爷，我们荣天岭已经落魄多年了，我们一直都是在过朝不保夕、颠沛流离的日子，哪怕日后重建一个总坛，想必这个日子也不会太好过，所以倒不如有一点钱，活得能舒服一些。你倒是说实话。坐下说话。谢王爷赏赐。知不知道有句话，大人物求利，小人物求名？小人书读得少。大人物掌握资源，容易获利，有了利，可以用钱去买名声。小人物之所以求名，是因为处在劣势，无利可图，只能积累名声，慢慢的用名声去换钱。王爷，醍醐灌顶。荣天岭掌门就是个名，天下第一剑派也只不过是个名。你不选名，选要钱，倒是明白人的选择，大人物的做派啊！小人哪敢称是大人物啊！从今天起，你要直接和我联络，卓不凡所有的行踪做法，都要跟我详细的禀赋。是，谨遵齐亲王之令。那是300两，赏你的。若找到了净坛秘藏，赐你3000两黄金，再赐3品武官参将一职。无论天下哪个门派的掌门，依照律例见了官都得跪，何况是3品大员？于焕杰，只要你对我尽忠，我就会让你名利双收。谢王爷赏赐，谢王爷信任，谢王爷给机会，焕杰肝脑涂地，誓死效忠王爷。